冯老板，你装糊涂的本领真是高明啊！可是谁会相信你一个做了几十年的老情报，会对这些一无所知呢？杜根先生，很高兴你能这样高看我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如果我什么都知道的话，我今天所面对的局势就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之前一直派余德胜去寻找叶景堂，但我没想到他半路就被叶景堂给收买了。他没有告诉我任何有关叶景堂的消息，这我是刚才知道的。冯老板，行了，不要再演戏了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叶景堂和余德胜同时出现在了莱姆实验室里，最后余德胜还掩护了叶景堂。这或许就是我所说的，叶景堂早就成功收买了余德胜，而且我很清楚现在的局势啊。既然这件事你盯得那么死，那我又何必冒险去趟这浑水呢？即便你所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派余德胜去跟踪叶景堂？我想知道你找叶景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难道不是为了情报吗？因为叶景堂毕竟曾经是我的人啊，我不希望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影响到我脱离这件事情的计划。我叫余德胜去寻找叶景堂，主要是要劝说叶景堂脱离跟韩东尼的合作，甚至必要的时候杀掉叶景堂。这不也是你所希望的吗？嗯，好吧，希望这次事件真的只是一次误会。冯老板，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我劝你不要冒险来趟这趟浑水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如果你让我发现再有第二次，那就没有情面可讲了。上海缺少了冯楚良，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们拭目以待。对了，去圣约翰大学把你的人运走，好好安葬吧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德胜，我知道了。东边又来找麻烦了。他认为是我派德胜和景堂到莱姆那边去冲印照片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景堂从实验室带着照片跑了，他一定是拿到了情报。赶紧找到他的下落。明白了。另外，我想知道，唐宗年除了在华兴银行留下胶卷以外，他会不会有别的关系？去查查看。行，我马上去查。等等，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。好的。去吧。
是你最喜欢的红烧肉。哎呦，真可以啊！老板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也不允许我有别的选择。我不会成为阻挡您前进的那个人。明天你就到圣约翰大学去盯着莱姆教授。如果景堂到的话，你的任务就是把威廉教授给夺回来，同时杀了景堂。德森，这是战争，不能留任何亲情和友情，更不允许有任何的怜悯和犹豫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爸还没休息呢。爸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？对身体不好。睡不着啊。怎么样？东西都整理好了吗？如果还缺什么的话，叫老段陪你去买。不用了，我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就等着出发了。你是怎么了？以前3请4请，也没办法把你给请走，现在怎么都急成这个样子？船票给我准备好了吗？我再看看喜事，再等几天啊。爸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不要再熬夜了。这段时间每天都弄得那么晚，真的对身体不好。太多事情要处理啊，睡不着啊。有些什么事情，你就交给德胜哥去做啊。之前他跟我聊天，说这段时间你不重用他，他觉得你不信任他，他心里很难受。爸，不要再为难德胜哥了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告诉德胜哥是我说的。李飞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。怎么了？你德胜哥今天牺牲了。他今天出事了，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不是去执行你的那个什么任务？你让他做什么去了？啊！你让他做什么去了呀？是景堂，景堂把他给枪杀了。是景堂。不可能，景堂哥不会这么做的。宇飞，宇飞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不能再感情用事了。你还要告诉你自己，叶景堂，他不再是以前的叶景堂，他不再是你以前的哥哥了，他是一个杀人凶手，他是一个杀人凶手。我不要听这种事情啊，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发生在我们家里，会发生在你爸头上。我不要听你撒谎！你胡说！景堂哥不会这样做的，他不会的。难道你非要等到有那么一天，他拿着枪指着你爸爸头的时候，你才会觉醒吗？他不会的。我告诉你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撒谎！我不信！
于飞，我知道你一向都向着你景堂哥，啊，他在教堂约你见面，你没告诉我；他让你去帮他救人，你也没告诉我。后来他到了教堂又约你见面，你还是没告诉我。但我告诉你，我通通都知道。我也知道，他在这时候他在干什么。啊，就在你帮助他的时候，他把德胜给杀了。德胜是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会把德胜他的亲兄弟给杀了。剩下他会干什么？他要杀我，杀老段，杀老徐。于飞，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哥了，他不再是景堂，他是一个杀人魔。他这里已经有魔性了。你以前所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值得的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的，爸，不会的，景堂哥他不会下手，他不会的。就是景堂。不会。一飞，一飞，你要明辨是非，你要看清楚，知道吗？爸原来也不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但我怎么想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。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。我、德胜，还有你父亲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。我不想让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上面来，这样对你来说没有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，于飞。我之所以选择现在的生活，就是为了让你，还有那些和你一样的人，过上平安快乐的生活。为什么不一样啊？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哥了，他不再是景堂，他是一个杀人魔。爸原来也不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但是我怎么想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做。为什么要那么做？老板，有消息吗？我已经查过了，唐松年在上海用自己的名字在2家银行开过户，都在租界里。一家银行是日本的正金银行，还有一家就是华兴银行。又出现华兴银行？2家银行都有保险柜，而华兴银行的保险柜在锦堂准备刺杀唐松年的前一天就被注销了。有那么巧吗？南京方面现在有没有对唐宗年的财产进行清查？除了华兴银行的保险柜是他自己注销之外，目前正金银行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。
我在想一种可能。什么？景堂手上所拿那个 V 点胶卷，原本是应该放在华信银行的保险柜里。但是唐中年他要叛逃南京，可是华信银行呢，又是有南京方面背景的银行，他心想，一旦叛变被发现，势必会被查封，所以就在叛逃的前一天，把 V 点胶卷取出来，放在那个死信箱里。有这种可能，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把情报放在日本的正经银行里，因为对他来讲很不利。也许唐宗年的情报，也就是这么点了吧。之前我得到的消息，唐中年把他的情报分成2半，一半在上船的时候给，另外一半是到了香港以后再给。哦，所以他会把情报放在2个地方，一个在华信银行，那势必还有另外一个点。那我再去查一查，或许那些东西啊是没有使用他名字登记的，说不定能查到点别的线索。对。等等，德胜的事办得怎么样？德胜的事情已经办好了。他中了很多枪，都是近距离射击的。从现场看下来，德胜是为了掩护锦堂，他一个人堵住了渡边的所有人。这笔账迟早找渡边算。飞啊，爸，早点休息啊。冯宇飞有些乱了，他没有想到冯楚良竟然会和他说谎。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冯楚良竟然把德胜的死推在了叶景堂的身上。他不知道冯楚良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是觉得他无法完全信任冯楚良。或许父亲有他自己的理由，但冯宇飞觉得，或许要等到自己见到景堂，才能决定到底把这把钥匙交给谁。景伟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事情走到了这一步，我也没办法。还好，没让你看到现在的我，这对你对我来说，都是一件好事儿。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做一个好丈夫了，也没办法去做一个好父亲。景伟，我错了，真的我错了，但你别怪我，真的，你别怪我，因为没有人会告诉我我该怎么做。照片上的这几组数字，一定是时间。你看看，8月3号、8月23号、9月1号。可是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，情报里却出现8月的时间。而在8月，日军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这难道是一份作废的情报？不会。
我觉得照片上的内容，应该是一份长期的行动计划。从目前的几个时间点来看，日军没有大动作的记录，这应该是一份筹备计划，类似于出库单之类的文件。每一个日期就是出库的日子，和它相对应的数字应该是货号。货号？对。我知道了，这些是南京政府使用的文件代码。从南京出发开往上海的列车都是以数字8开头。照片里有一组数字，都是3位数，都是以8开头，这就说明这组数字就是列车的代码，而且都是从南京到上海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份从南京到上海的货运计划表。凡是以8开头的列车，不是运载高官，就是负责运输重要物资的。如果时间和货车编号都对应上的话，那剩下的数字就应该是货物编号了。可是这到底是什么货物呢？50401、50402、50412、50411、50……我想起来了。50开头代表是黄金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从南京运往上海的货物是黄金。那这组数字说明了是8月3号用843次列车从南京运往上海50401、504022箱黄金。对。这里除了数字8代表南京到上海的车次，7是代表杭州到上海的车次，3是代表北平经由南京再次到上海的车次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光把南京的黄金运往上海，他们还把多个地区的黄金也运往了上海。下面的日期和车次，所有的货车编码都变成了1开头。1代表什么？轮船。而这些黄金最终的目的地代码是70。我明白了。他们把所有的黄金都运往了一个地方。日本。日本。这个是最后一批要从华信银行运回国的黄金，请您核对一下。都是今天要运走的吗？这是最后一批了，一共还有4箱。等今天最后一批黄金上了船，这项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。之前30多箱黄金都没有出问题，最后这一批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明白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韩东林跟叶景堂的身上。把排查的重点放到租界来，从他们这段时间的活动情况来看，他们或许又回到了法租界。必须在加号计划启动之前，把他们给我找出来。英佐将军说了，留给我们的就几天时间了。我已经派人到法租界严查过了。毕竟之前我们只能毫无目的的在各个点候着他们，这样下去真的不行。想想办法，适当的放一些假消息出去，把他们引出来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我需要你在华兴银行那里多派些人盯着，还有码头那里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嗨，妈，原来华兴银行的黄金全都运到日本去了。怪不得金价现在猛涨，原来是日本人把黄金都运走了。难道南京方面就不管这些事儿了？这分明就是南京方面的决定嘛！一定是汪精卫和日本之间又有什么计划了。看来他们是想把中国搬空了不成？这仗打到现在，日本人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估计这些黄金运到日本，也就是给日军提供做军费的。你是说汪精卫给日本人提供军费？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但没想到这一次运走那么多黄金。我想，这日本人应该是想把这个战线拉长。看来日军要有大动作了。会不会这是上头提到的那个加号计划？你说这个渡边呢，那么急的要杀唐中年，会不会跟这个计划有关？你看这唐中年啊，他一直和日本人有所接触，他应该知道所有的计划，那也就说明这份计划一定具备了相应的保密等级。哎，那批黄金怎么办？今天他们要运走最后一批黄金了，我们是不是来点行动啊？不要，我们现在重点是放在唐中年那份情报上面，在没得到这份情报之前，千万不能让渡边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这边来。明白了。这3个星期内，从北平、杭州、南京、合肥共计21个车次，运了34箱黄金到上海，而现在这些黄金正在运往日本的途中。看来这是南京政府给日本的军费。唐中年第一张照片上的情报对我们来说已经晚了，现在日本人在后面肯定会有大的动作。如果下面这些情报破解不出来，这些情报对于我们来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所以这第2张照片就成了关键。使劲儿，别走！小心点，下去，快点，动作都快点，快，快点，上车，快，上车，快点！之前的开箱检查过没有？都检查了，没问题。走。仓库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313次列车将在明天准时出发，会把那批药品运往岳阳的东南区。我们的第1批弹药也会由271次列车运往临湘附近，后天准时出发。刚才银佐将军已经来过电话了，转运黄金的计划我们完成得很顺利，但千万不能在运送后备物资的行动上掉以轻心。韩东林和叶景堂，他们的行动还没有直接影响到加号计划，但是还是要注意盯住他们。尤其是叶景堂，你必须要小心谨慎。还有仓库那边，你要多留意一些。刚刚钱野说的那些车次你都记录下来了吗？都记下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在渡边的谈话当中出现的任何时间、地点、车次，都要注意标注，不能错过任何一条。是。周边，来，你看，这些都是经过代码翻译过的文件。第2张照片上的情报应该可以直接读出来了，这确实是一份战略物资的分配图。
要用棉花、救护包、帆布、担架，共计32000件。3样3次列车运往地点：岳阳新开塘。6.5毫米枪弹400万发，7.7毫米枪弹200万发，还有一部分的毛毯、雨衣、柴油，他们分别运到了草鞋岭、冷水铺，还有新墙河。很明显，汪伪政府利用公路和铁路系统，从杭州、苏州、上海，为日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。从上海运出的军需物资，主要是药品和日常用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集结点在哪。无论从上海、杭州、苏州运出的军需物资，最终都会在这几个地方出现。而这些物资的集结点，说明他们的战略方向只有一个：长沙。进攻长沙？有具体时间吗？韩主编还在继续分析，什么时候能有消息？还不确定。我真担心，一旦晚了，就会影响到前线的整个战局，到那时候就前功尽弃了。那我明天再去和韩主编碰一次，争取早点拿到结果。报告，进来。刚刚截获的电报。是什么？是冯楚良发给重庆的。我很奇怪，冯楚良为什么会知道华兴银行转运黄金的事情，而且明明知道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，反而把黄金顺利地运回了日本。这件事让他知道就知道了，好在并没有影响我们完成任务。你和我去一趟尹总将军那里。最近除了你，我的办公室还有谁来过？平时除了我，没有人进过你的办公室啊。怎么了？我的办公室或许被人窃听了。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会有人进入我们大楼安装窃听设备呢？您的意思是，华信银行黄金泄露，是冯楚良在窃听我们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昨天刚向您汇报，冯楚良今天就发出电报，这确实很值得怀疑。冯楚良看上去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但是却对于目前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从人力、行动力和侦察力来说，他都远远地落在我们的后面。那为什么他会得到那么多的信息呢？他似乎完全利用了我们的资源，然后尽可能地抢占了先机。我们好像被他算计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刚才已经透露了一些加号计划的内容。没关系，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，给他设一个局，
看我的推测是不是正确。那您打算怎么做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平时不光赌钱，还好抽那么2口，这不把钱给输光了，还欠了我2、3个月的烟钱。你也知道，这个玩意儿在我手里头跟擦屁股纸没什么区别，他变不了钱呢。对了，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正在安排，争取在今天晚上让冯楚良掉进我们设的这个陷阱里。窃听器被我发现了，在哪里？在杨棺材送来的那幅字画的画轴里。看来他一定在我们的周围设了监听地点。要不要我派人去排查一下？先派人摸查，但别惊动他们。我想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和冯楚良有关，说不定可以借这个机会利用他一下。走吧，回办公室，我们演一场好戏给他看看。最近有没有叶景堂和韩东林的消息？还没有，只是查到他们在华信银行出现过。华信银行那里我倒不担心，那里的黄金转运计划已经完成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南京那里会把涉及到唐宗年的所有资料都转运过来，今天晚上就回到上海。你派人盯着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无论是叶景堂，或是冯楚良，还有那个韩东林，都还在继续追查唐宗年手上的情报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但是那批资料什么时候到？晚上8点。南京方面会在小东门的货运汽车站转交文件，你派一辆车去接应一下。很有可能，唐宗年所掌握的情报都在这些资料里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梳理。我知道了。晚上8点，小东门货运站。你继续监听，我马上向老板汇报去。晚上8点，小东门货运站。对，
这些文件都和唐松年有关。或许在这里面有我们一直要找的情报。你去安排一下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今天晚上都必须把这些资料文件弄到手。是。虽然我们已经把转运黄金的情况报告了上面，但上面现在一直在追问唐中年情报的事。重庆也发来消息，说最近电讯情报处在湘北地区发现日军通讯频率突然增多，目前情况很紧急，要我们多收集一些相关的情报。那之前渡边提到的那些物资和车次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？虽然我没有从莱姆教授那里得到情报照片，但根据我们监听的结果来看，日军确实是在运送后备物资啊。或许这就是渡边之前所讲加号计划中的一部分。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情报先发给重庆啊？在还没确定这次日军计划目的之前，先不要和重庆联系。再说，我们的电码很容易被截获破解，操之过急反而对我们不利。知道了，赶快去办吧。听说你的办公室竟然被人安放了窃听器。是，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。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很有可能是冯楚良做的。今天晚上我会去最后确认。我要知道的是，有多少情报泄露出去了？转运黄金的事，很可能已经被对方知道了。后备物资的运送计划，可能也听到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疏忽大意了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全力补救。怎么补救？这些物资明天就要起运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不让你再看看这个，这就是正式被签署的538号大陆令，加号计划不能够停止，也不能因为你的过错而发生任何改变。可是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你却对我说，你的办公室被人窃听了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你让我怎么向总部交代？你是不是让我对总部说，把这个命令撤了，还是让11军停止一切行动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3个字，你应该向11军的8万前线将士去说。这个计划对我们有多么重要？我们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？11军放弃了北上，放弃了对苏联的作战，就是为了能给第9战区来一次沉重的打击。运送计划泄露了多少？2个车次，2批货物。调整计划，改变运输方式，马上通知下去。是。如果今天我能确认是冯楚良在监听我们的话，我就不会再对他手下留情了。先不要动那个冯楚良。为什么？他这个人对我们可能还有用。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我在猜测一种可能，因为2个车次的计划被暴露，或许他能够推测出我们的集结点、参战人数以及装备数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。冯楚良这个人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完全可以利用他。总之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弥补自己所犯的过失。这个任务你办得到吗？如果这次你再让我失望的话，11军参谋部缺了一个空位，我会直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。我明白了。科长，银佐将军怎么说？马上调整运送物资军列的出发时间和行车路线，防止有人进行破坏。放心吧，我们可以随时进行调整，就等着他们落入圈套。
今天晚上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想，冯楚良一定会上我们当的。冯楚良吃了我多少，我心里明白，早晚我会让他吐出来。回去以后，马上把监听地点给我查出来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 老板，准备的怎么样？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监听到什么样？他们说准备运送物资的军列，调整时间和路线。军列不重要，就算他们调整完了，我们照样可以监听他们的计划。重要的是唐中年的那批文件资料，你必须要弄到手。知道了。你要在南京车进货之前就动手，避免和渡边的人正面冲突。动作要快，拿到手就回到这里，我们连夜分析。 明白了，我马上出发，赶快去办吧。冯楚良那里有什么情况？他们的人已经在火车站附近了，带头的是那个叫老徐的，估计他们会在外面动手。通知下去，马上行动。是。 去看看。车来了，快，藏起来！快快！ 住手！别动！下车！快下！快动！快撤！走，快撤！报告，他们的人已经把车给劫了。走，是。 进，老板，我们回来了。这是车上的所有文件，我都把它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今天晚上务必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。好。 小姐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？段叔，我爸爸干什么去了？这么晚还没回来？哦，他现在在古董店，今天他有些事儿，会很晚回来。要不，你先上楼休息。段叔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
什么事儿啊？之前，我爸爸一直想让我离开上海，那个时候我有我自己的打算，不想走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上海了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爸爸在想方设法的让我留下来呢？哪有这事儿啊？你想多了。那为什么船票到现在都没有订好？我问过他好几次，每次他都支支吾吾的把话题扯开。最近租界比较混乱，工部局又要临时调整董事会，那些英商、美商都人心惶惶的，他们觉得日本人迟早要跟英美开战，所以都纷纷撤出上海。现在船票紧张，很正常。凭我爸爸跟工部局的关系，弄一张船票不是一件难事吧？这，我想你爸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你就别着急了啊。段叔，您跟我爸多久了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小20年总有了吧？在这家里，你最疼我了。只要我跟锦堂哥犯了什么错，都是你在帮我们瞒着爸爸。我爸一直都那么忙，现在想想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，比我爸陪我的时间还要久。是啊，我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是你。段叔，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？小姐，那么客气干嘛？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吩咐吧。这样，我有一把钥匙，想要交给锦堂哥，你能不能帮我转交给他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！哎，段叔，现在能帮我这个忙的只有你了。我现在不能去找锦堂哥，我要是去找他的话，会给他带来麻烦的。小姐，什么忙我都能帮，就是这个忙我帮不了。我让老爷知道了，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我爸知道的。知道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但是如果我背着老爷去找锦堂，很多话我就说不清了。我不知道锦堂哥跟我爸爸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可是段叔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是有我们，一直是向着我们的。我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就当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段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帮不了，对不起，小姐。段叔，你。怎么样？你那边查到什么没有？我看的这批文件里，都是内务部给唐宗年发的公文，还有唐宗年给日方提供的战备物资的资料。大多数都是武汉会战时候的消息，基本上都是汪伪这边的部署，还有配合作战的方案，对我们没什么用处。我这边也都是一些旧的情报。奇怪了，杜宾为什么把那么多旧情报从南京调过来？哎，有些情报会不会都藏在文件里面？或许需要用密码板对上。让应用处的人来，让他们来处理。我这就去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把物资配送计划都整理出来了。从我们掌握的各个物资集结点来看，都是在给日军的第11军进行补给。现在可以肯定，日军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要进攻守卫长沙的第9战区。从这些补给的数量上来看，至少能够支持日军8到9个师团的全线作战。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最关键的2份情报，一个是时间，另外一个就是作战计划。
这对于第9战区来说存在非常大的威胁。我们先把这些情报送出去，至少可以提醒第9战区，日军11军团近期会有行动。他们的目标就是长沙。好，我马上拟出来。君，老板，怎么样？查到什么没有？技术应用处的人查过了，果然有一份文件里有加密的内容。是什么内容？是日军的行动计划，他们马上就要主攻常德。主攻常德？这份文件是南京方面军事顾问发给唐从年的。能够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那马上发加密电报通知重庆。好。老板，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会不会这个里面是渡边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渡边发现我们在监听他，所以故意在试探我们？有这个可能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把监听室先撤了？不用动。既然我们通过监听的方式得到了这些，那就说明我们的方法是成功的。在我没达到目的之前，让我收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这次你再让我失望的话，11军参谋部缺了一个空位，我会直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。渡边心里明白，英佐已经快对自己失去信心了，这让渡边感到空前的压力。他觉得只要再给一点点时间，就一定能掌握主动。高手之间的较量，就是在等对方一个小小的错误。冯楚良其实也有一些担心，老徐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是最为关键的时刻，一旦他向重庆发出了情报，就意味着他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。而对于渡边那方面来说，一旦让渡边发现自己正在监听他，他或许就真的会动手了。老陈啊，这是我们拟的一份电报，马上给中社部发过去，让他们尽快通知重庆方面，日军很快就要进攻长沙了。哦，那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分析出来了吗？我们把2张照片上所有的信息都分析了，很可惜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我想唐宗年既然得到了所有情报，不应该只限于这些。我相信，日军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，应该在剩下的那部分情报里。我们必须想办法，尽快的拿到那份情报。爸，你醒了？天亮了。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已经不早了。爸，你应该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！为什么又睡书房？不要再熬夜了。睡书房怎么了？一醒来，女儿就端着早点来，这个什么地方不好了？这做的什么？哦，给您熬的粥，我再去给您拿点酱菜。啊，不要，让老戴拿就好了。这。哦。怎么了？有事啊？
说。老爷，哦，爸，那有事你们先聊吧，我先上楼了。好，我待会上去找你。嗯。那什么？老板，重庆急电。重庆什么意思？老蒋要在黄山会里开会，讨论战局的部署，命令我们要尽快拿到日军这次的作战计划。那我们怎么答复呢？告诉他们，我们已经在搜寻日军的作战计划，一旦得手，就会送到浙西情报处。哦，老爷，今天早上工部局来了个电话，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酒会，请您务必参加。什么酒会？是查尔斯副总卸任的答谢酒会。他过几天啊就要回美国了。英美董事一个个的卸任，看来呀，咱们租界里边的情况特别复杂。老爷，咱们要多加小心呐。哼，日本人啊，迟早会对英美宣战。查尔斯他们一走，我看这公共租界真的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了。我看我们也得提前准备啊。如果形势对我们不利，我们也必须转移。主编。哦，老陈刚刚把情报送来了，中车部那边又回电了。怎么说？我们的同志在第一时间通知了重庆方面，而重庆方面很快又反馈回来了。这么快就有反馈？因为形势紧急，重庆方面非常重视。今天下午老蒋在黄山官邸开会讨论这件事。不过重庆参谋总部对我们的情报还要做一个甄别。甄别？重庆他们什么意思啊？不信任我们？据说重庆方面又收到了另外一份情报，我们分析出来的情报是日军准备攻打长沙，而另一份情报是日军准备主攻常德。他们同时又收到了另外一份情报，不可能啊！我们的分析不可能错。我们分析的绝对没错。我在想，另一份情报到底是谁发的？查尔斯今天晚上有一个答谢酒会，我们一起去。查尔斯这一走，冯楚良在租界就彻底没了保护伞。现在的形势对于我们来说是越来越有利。形势虽然对我们有利，但要让冯楚良真的替我们办事，还有些难度。我想我们可以做两手准备。如果他在租界没了势力，我们可以来些硬的，或许能有收获；要么我们就继续拉他下水，跟他做一笔交易。哼，冯楚良可是个胃口很大的人，跟他谈条件很困难。也许我们可以试一试他身边的人。谁合适？那个老徐。老徐原来不是冯楚良的人，最早他应该是浙西国军情报部的，和冯楚良一样，也有军队的背景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个人有点小小的野心，而且有些急功近利。他要是跟余德胜和叶锦堂相比的话，远远没有他们对冯楚良那样的忠诚。而且，冯楚良和老徐是被我们的人抓的，所以冯楚良的很多事情，他应该都知道。以后多注意这个人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他动手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刚刚送来的文件是浙西情报处发给冯楚良的，被我们截获了。蒋介石要在黄山官邸开军事会议，
看来是冯楚良又在监听我们了。哼哼，那就让他们慢慢研究这份假情报去吧。而且从电文上看，我们能放心的是，他们没有我们的作战计划。既然重庆那边已经给冯楚良发出了寻找作战计划的命令，冯楚良那边势必要开始行动。这样也好，只要冯楚良能行动起来，就不愁找不到破绽。我现在去营佐将军那里，把情报和他汇报一下。蒋介石在黄山官邸开会，这或许是个好机会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当初放给冯楚良的一个假消息，竟然会起到这样的效果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如果在开战之前，蒋介石突遭打击，那会打乱他们的方寸。假如蒋介石死了，那当然是件好事；如果不死，也让他们的注意力有所转移。这个点选得非常好。索性在开战之前给他们一次打击，然后我们趁机发动进攻。您是要准备空袭黄山官邸？这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空袭之后，讲好计划，立刻执行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明白。冯楚良那里怎么样了？你有什么打算？今天查尔斯卸任，我很有可能会在酒会上遇到冯楚良。现在工部局的英美董事几乎都撤走了，这样一来，冯楚良在租界就没了势力。动他就容易多了。同时，我们还选择了他的一个手下，也许他也是个突破口。要记住残心二字，冯楚良一旦有行动，你就不能够松懈斗志，一定要对他的行动全力反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行动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不能给他留有反击和防御的力量。我明白。我知道你在担心景堂，你有可能不理解他的这些行为，甚至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这个民族。总有一天，你会为他骄傲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宇飞坚持要到亚当神父那里去帮忙。我之前也觉得可靠一些，毕竟教堂嘛，那渡边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亚当神父在这个地区啊，也挺有声望的。出去啊？哦，我去一趟教堂，我跟亚当神父已经约好了，我们去聊福利会的事儿。那打个电话就可以了，何必今天一定要跑这一趟？爸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好多天都没去教堂了，我也挺想去看看孩子们的。好，那让徐叔送你，我都安排好了，那徐叔会接你。谢谢徐叔。好，那就走吧。嗯。啊。爸，我走了。老戴。哎。送杯茶来。哎，好。
老爷，您的茶。啊，谢谢。老戴，宇飞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可能是因为德胜的关系。如果他以后要出去的话，就麻烦你多陪陪他。啊，那没问题。可是，怎么了？啊，老爷，有个事儿，我总想告诉你。说。先前小姐提起过，让我把一样东西交给锦堂。什么东西啊？一把钥匙。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具体不清楚。可是我想吧，这事儿还必须得得到老爷您同意才行。老戴，宇飞最近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他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你都要及时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老戴，老戴，哎，老爷，兔子老徐叫他来家里趟。好。把这个拿去，赶快复制一把新的钥匙。这是哪儿来的钥匙啊？宇飞那得到的。之前老段跟我说，宇飞想把这把钥匙交给锦堂，我想，这一定跟唐仲年有关系。你赶快去查查。明白，我尽快把它查一下。好，别让老段和宇飞知道。明白。老徐，钥匙真的很重要，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啊！我会带2个人去，配完以后我会送回来。好，哎，别送回来，一会儿去参加查尔斯的酒会。结束以后，我就到监听房去，你把钥匙送到那儿去。知道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去吧。科长，我们已经盯住那个老徐了，他们好像今天晚上会有行动。他们有多少人？一共带了3个人。他今天下午好像去了华兴银行，像是去熟悉情况的。这样，今天的酒会你就不用去了。冯楚良或许打算趁着我参加酒会的时候暗地里行动。今天你就盯着这个老徐，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，就果断下手。抓到老徐之后，先别审，等着我回来再说。啊，明白。那另外2个人怎么处理？
留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，不需要我提醒你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样，我先去酒会了。你行动结束以后，就来俱乐部找我。嗨。渡边先生，冯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还以为我们两个不会再相见了，可是没想到我们俩运气还真好啊，又见面了。请。先生你好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诸位，2年前的今天，我在这里举办了一次酒会。那时候我刚上任，和你们成为了朋友。2年后的今天，我最后举办一次酒会。查尔斯说走就走，是不是挺舍不得的？查尔斯看得很明白，原本不是属于这里的，就不应该有成为这里主人的念头。你说是吧，渡边先生？哼，冯老板说的不是查尔斯吧？你的这些工部局的朋友都不可能是患难之交，一个个都走了，他们也不为你考虑考虑。我要是他们的话，我也会那么做啊。但我原本就属于这里，我还能上哪去啊？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？会不会觉得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？你或许可以说没有，但有一天你不得不这么想。这世界啊，本来就很孤独。但自从上帝创造了万物之后，至少我们还可以玩一个适者生存的游戏啊。那如果一旦走到世界之末了呢？那我想只有2种选择了。第一，就是永远的休息；第二，就是推倒重来。但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推倒重来，不仅仅我一个人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陪着我呢，你说是吗？朋友们，让我们举杯干杯吧！哎呀，冯先生啊，这几年我从你这里收了不少的好古董，你很讲义气，够朋友。其实我是对你不放心呐。你看，连我们英国人、美国人都被日本人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你往后作为好朋友，我提醒你要谨慎行事。不过渡边先生也算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今天你们都能来，我很高兴。啊，你们好好的聊聊。我在包厢里准备了好酒，走，我请你们喝酒，赏光吧！啊，走走走走走。